好，那么今天美国宣布台湾到美国关税20%，可不可能再谈低？我们当然也希望再谈低了哈。那4大传统产业担心毛利被吃光。我们常讲什么毛三到四毛三，那个毛就是毛利了。哦，台积电毛利58%很高，这个毛利4%、3%、5%就很低哦。那所以呢是要求政府继续谈，不要停，继续谈，看能不能谈得比较低。我们看我们的纺织业，台湾以前纺织业很厉害，我们的纺织业毛利要10%到20%了，我们的家具业10%到20%，我们的汽车零件毛利是10%到20%，我们的水五金产业10%多一点，哦，那所以呢，他们都有严重冲击，甚至生存都发生问题啊，因为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你比如说，好吧，我们水五金很多。欧洲的产品价钱很高，它牌子有名啊。那你台湾你做这些东西，有很多还不能挂你的名，都是卖给人家，叫人家挂人家的名，所以你就不可能毛利很高嘛。哦，所以你毛利不高，那你自己想，汇率就大概已经把这10%吃掉了，关税再加20%，那你就几乎没有什么毛利了。那除非美国进口商愿意吸收你的关税，或是消费者要涨它的价。但消费者涨价以后，你的竞争力就降低了嘛？这是川普的目的啦，就是让你跟美国产品没有竞争力，那干脆到美国来做算了哦。那么我们本来说至少跟日本、韩国利率相同嘛，税率相同嘛，我们不说跟美国关系有史以来最好吗？这么重要，第一岛链的中心，对不对？那机械工会理事长就说，现在比日韩多出5%，竞争会更艰难。本来，而且我们的对手不只是日韩啦，还有很多其他国家慢慢也都起来了。东南亚其他国家也都起来了，中国大陆也起来了。哦，那所以呢，这个你多5%就多很困难，光跟日韩比多5%就很困难啊。那台化董事长的洪福远说，差韩国5%就是一个挑战，就它本来的毛利也没有那么高嘛哈。那另外呢，经济部最新有一个报告，工具机厂的美国市场将形同弃守，就几乎不可能有美国市场了。那彰化的水五金业者崩溃，王惠美转述县长，订单恐怕全部跑光光因为那个地方是重镇啊。那美国20%的关税，所以呢，现在已经有1735个劳工放无薪假了。那电子厂每个月呢，只是放假这个上班16天其他就不上班了啊。生技也说，美国20%的关税，我们保健品有很多代工。美国代工再卖回美国，让美国挂它的厂牌，也会失掉这个市场哈。台湾的兰花真的很漂亮，兰花很漂亮，40%都卖给美国所以呢怎么办业者很无奈啊，说终于不管怎么样都要面对现实啊所以呢这个前15大产业的影响最大影响是资讯硬体每年产值9850亿元那会冲击14.46%，减少14.46%。第二个，生技特别化学品也会少9.8%，反正都受到很多的影响了，多多少少而已了哈。那今天台币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呢，贬了一角了哈。那另外呢，产业估计因为之前一直升嘛，再加20%的关税所以呢，实质冲击3成，就是我讲的嘛，12%的汇率加上20%的关税，32%嘛，就是差不多30%的关税。我们看一下。话刚说出口，电脑马上中翻英字幕，能辨识超过100种语言，讲话口音也能选，汇入术语，整理摘要。这款 AI 即时翻译软体配合麦克风或是视讯软体，有60%都销美，20%关税打下来，影响很大。去年台湾对美国出口总额达到1113亿美元，其中像是手提电脑占46%最高，再来是机体电路占6.6%，交换器及路由器占3.4%，但台湾被克20%，日韩只有15%，5%的差距也成压力。我们相对的失去跟日韩的这个竞争，这个20%，我认为不是就现在就是一个 day night 了，不会了。所以我刚刚才讲说，现在是60分，但是要补考了。对国内产业是雪上加霜。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认为，和4月初公布关税下降12%，比日韩还多，但是20%的关税仍会造成冲击，未来出口及民间投资都受创。下半年无薪假和失业率比率会跟着上升。台湾经济体小，不及欧盟和日本，付出代价难以想象，20%关税恐怕也是承担不起。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好了。2024年台日韩对美国的顺差排名，
韩国赚美国660亿美金，排名第9；日本赚美国685亿美金，排名第8；台湾赚美国739亿美金，排名第7。也就是在这几个国家竞争当中，川普最讨厌就是你台湾呐，因为你赚美国钱赚最多。就没有想到赖政府对于我们被美国课高关税的回应非常单纯，他只说20%关税是暂时性的，未来还会继续再跟美方谈判，讲得非常云淡风轻了。我个人觉得这非常的危险。为什么？我们拿日韩为例，日本最终被美国课15%的关税，条件有个非常重要，增加对美投资5500亿美金，大家都知道。韩国最终也被美国课15%关税，有一个条件非常重要，因为对美投资增加3500亿美金。那我就请问了，假设台湾真的想从20%变成15%，是不是也要增加对美投资的金额？我觉得很有可能。那请问一下，要增加多少投资金额才能够让我们关税下降呢？再跟大家讲一个报告，日本2025年年度总预算7900亿美金，所以它投资美国5500亿美金，占了总预算的69%左右。韩国2025年年度总预算5300亿美金，投资美国3500亿美金，占总预算的65%左右。台湾2025年年度总预算大概1000亿美金，如果照新闻讲的，照一些风向，对，如果现在投资美国3000亿美金，那占我们总预算的300%， 3倍啊！3倍。如果是4000亿美金，是400%， 4倍啊！绿营整天都说我们蓝营普发现金1万块是怎样再留子孙啊，是拖垮台湾财政啊。如果我们给美国增加投资的金额3、4千亿啊，那不是再留子孙啊，那再留曾孙啊，再留曾孙啊，这莫名其妙，这真是笑话呀！所以来说，以现在台湾被美国课20%的关税，老实讲，传统产业很危机，然后我们的失业率也会增加，很多产业都非常的紧张，在火上烧啊。但是对于赖政府，你看一下，今天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很稳没事慢慢走出来说句实话。不要说20%了，就算15%，台湾的问题也一样都存在。所以我真的拜托赖政府以及所有绿营的高官，不要再整天只会大罢免，整天只会造成所谓社会对立，好好解决国家的问题，才是你身为执政党最重要的工作。因为他现在有82声，他一定要装得很镇定啊，他不能惊慌失措。还有博弈刚讲没错啊，你到美国投资，你不能拿外汇存底去投资，对啊，你要编预算去投资对啊，外汇存底你只能去买美国的。债可以，你不能去投资。讲到如果要投资的话，你得编预算去投。那你现在政府有，你现在看看人家投资1000亿、2000亿、3000亿美元，你怎么编出这个预算来呢？对不对？每天那边叫，这下看你怎么办？这才严重嘛，来，这个学姐，我说他们今天这个赖清德开这个记者会主要想用的方法应该叫做精神胜利法，就是要大家相信有政府会谈判，只要相信我赖清德，大家就可以信赖台湾。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深化台美之间的关系。他不断的在强调这个深化台美之间关系的这句话，让大家觉得很奇怪。可是我说这应该是一个这个赖政府应该是一个小小又空又骗的赖政府啊。为什么说他又空又骗？整场记者会看完，好几家媒体传讯息跟我们说，真的很空，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其实脸书文抄一抄，他大可照着脸书文直接念，或许都还比较有内容。但是整体而言，在回应媒体的所有提问当中，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说暂时性关税到底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暂时？是到8月20号、23号暂时，还是到什么时候都会维持这个税率？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这个答案。再来，卓院长到今天下午，此时此刻我们在录影的时候，他才在开跟各部会因应的策略，所以等于说在投票大罢免投票之前，我们的行政院一点因应的方法都没有，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甚至各部会跟各个产业之间也都没有讨论，这就是赖政府对于美国关税很空的一个表现。再来，他用骗的，为什么说骗？现在不只是黑箱了，等于整个是一个恐怖箱，你要把手伸进去，你才知道里面到底是个动物还是个昆虫，你还要摸一摸才知道，但大家都只能用猜的，因为唯一的答案在赖清德身上。如果说有保密协定的话，这个保密很不对等啊，等于只有美国可以公布，台湾什么都不能说，台湾也不能跟人民报告，所有的总统也都不能讲我们谈判的细节是什么。可是美国可以片面的在网站上就公布。当初很多青鸟还在脸书上或是推上面讲说啊，如果有一封信美国给台湾总统的一封信，或许上面我们还可以赚到一个 Dear President。想不到现在连 Dear 都没有了，直接就在表格上面公布你台湾就是20%。如果这件事情要继续这样骗下去的话，赖清德到现在为止跟美国也说，有关国会权力的部分一定跟国会
会报告，而且要取得社会的共识，取得国会的共识。你不仅骗台湾人民，你也骗美国。你到现在一点都没有透露给国会，你也没有来报告，你也没有说明，所以骗下去的结果就是所有台湾人民在受难，所有台湾人民在受苦。他说到国会报告呢，你看好了，他说表示国会都同意了。我不是我负责，国会都同意了，他也没有反对我啊，等等。如果你闹他怎么对总统不敬？如果你不闹他，你们都同意了，无条件同意了。哦，他其实你看看他最重要的就刚刚这个静莹讲的，暂缓到什么时候？只要讲个时间出来，对，然后2个礼拜之内我们要谈，2个月之内要谈，总是有一个时间嘛。那暂缓是多久？那业者又现在很惊慌了，业者也不知道到底要怎样了。我报价是用20%算，还是你这个谈可以谈成15%呢？哦，我怎么报价呢？这都是大问题啊！休息一下再回来。我今天从早到就觉得很好笑啊，到现在心里还是觉得很好笑，因为一知道说这个关税20%以后，哇，民进党跟侧翼都来出征我，你知道？就你知道刚刚不是说32%吗？怎么现在就20%呢？那12%到哪里去了呢？哎，那个币值升12%都不算了，好，这个不管它。那你出征我就能够转移我们这个出口业者的痛苦吗？如果你是想转移焦点而已嘛，对不对？我相信今天晚上绿营的谈话节目一定也很多在谈我了啊！我相信已经哇，他们好高兴了，好像捡到枪。你出征我有什么用呢？你出征我，只要因为出征我。真能够解决台湾出口业者的烦恼，真的解决他们关税要付的这个代价，真能解决他毛利太少不知道怎么办的这个困境，你就出征我好了，越来越多好。只要你太少了，你才来2-3千个算什么多呢？最好来个20-30万来出征我，就是你莫名其妙嘛。你们认为这个谈到20%很好是吧？可以这个大肆庆祝是吧？可以大肆吹牛对不对？你说20%好吗？好的话怎么刚好继续谈呢？而且我们到时候付了多少代价，你们知道吗？赖清德不肯讲啊，说那是机密啊。如果可以讲，他早就敲锣打鼓讲了，也不肯讲啊。哦，所以哦，我是觉得说哦，这个你想用骂我来转移焦点，你就转了。如果真的骂我能够转移焦点，多多益善。不会了，我毫不在乎，已经不重要了，你没有那么重要。那不，你知道今天多少人在网络上？你知道有多少人吗？对，但是晚上的节目不会，因为严重性已经进来了。保证会，你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就讨论，我就不要讨论别的了嘛。你不懂绿营吗？他就可以说哦，赵少康说32，结果赵要不要负责，要不要出来等等，他就不需要讨论别的了。他节目时间要填脑啊。不懂青鸟，王大佬懂民进党，不懂青鸟，好吧？大佬不懂现在绿营的节目了，没关系，尽量做转移焦点，看能不能转移成功啊。台湾关税20%高于日韩，大家把郭智慧以前说，他认为税率会优于日韩，有把握哦，甚至还在立法院哦，7月21号哦，这1个礼拜以前还在立法院哦，有把握，因为呢，光凭台积电宣布到美国投资1650亿的美元，哦，这一点就有很高的议价权，所以呢，有把握哦。老沈刚刚讨论怎么牵手不牵手，牵了半天。来，你说老沈1650亿是这样啊？你看今天产业界业界紧张了，那他们第一个计较的是跟日韩的差别5%哦啊，这个5%尤其是韩国是我们的大对手，那5%一差。很多单就要转掉了，工具机啊，这个水五金啊，这些塑化啦，他们是计较5%的哦。那这5%计较完以后，他回到这个所谓20%，这是整体的对等这个关税，这2个都会受伤。好，那所以呢，谢清和今天承认啊，赖总统最好的朋友啊，15%都不行的，坦白讲，连10%都不行了。但是没办法，我们平常一讲哦，川普总统。有没有对台湾特别不好？我觉得没有哎。川普总统的眼中哦，真的是认钱不认人啊，而且不分敌友。你看，其实赚老美的钱，这几十年来，都是从东北亚到东亚到东南亚嘛，都是你的人呢，你的人才赚你的钱呢。共产党从来很少赚你的钱，所以共产党在这一波关税的这个争议里头，共产党都没有受什么影响，除了老共以外。但是老共真的是共产党吗？老共是学台湾赚钱的哦，所以呢都是抬上去的。对，而且川普就是认钱不认人，只有我们的总统很奇怪，全世界没有一个总统是这样的。人家说讲到供应链。
全球供应链嘛，对不对？红色非红供应链，我们只有讲一个非红供应链。然后我们跟一个非洲分裂国家的索马里亚签那个约，就说共同防这个对付海盗的，就叫非红海岸线。我以为是非红海，你知道？非红海岸线不是红海，我以为是非红海的海岸线。所以只有我们的总统每一样都去叫红不红，你知道吗？就有红他就不要了哦，一定要非红，做生意也要非红，供应链也要非红，什么都要非红。所以难怪他说岛内有很多杂质，就是有一点红就是杂质。哦，那你最感谢你刚才偷听我跟学姐的谈话，因为我讲那么大声，不是偷听，我是很好奇啊，就是我们台积电去了1000多亿啊，这1000多亿去的太早，所以我就请教学姐，因为她刚结婚，她是这个当代男女青年的交往，她最熟悉了，我才不问你呢，你已经是老头子了，好不好？啊。那学姐告诉我说男女交往之前啊，正式交往决定说我要跟他交往之前，这个手会不会给他牵手拉手？老一代的我知道，我父母亲那就不用讲了，我们这一代也多少没少我别看旧呢。你一看了你太太的手，他就决定嫁给你。不是你没有牵手之前啊，对他有很多的期待，而且很奇怪，你跟你妹妹握手没有牵手没有感觉啊，拉着小妹的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但是拉着爱人的手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波涛这个震荡万丈哈。但是你台积电那么早去了1000多亿，现在在川普的心目中不算了，不算，因为这个手已经牵过了。你再跟我交往，你再跟我手给我牵，这不稀奇啊，对不对？牵手下来是哪一步啊？那我们就不用讲了哈。所以去得太早。我们就是有那几点钱而已，就有那几点筹码，都给人家的啦。怎么那么早呢？对不对？你找了这个，如果碰到渣男，川普就是渣男，他根本牵过手，他就找别的了。他说这个不算，拉手不算，台积电的手有什么稀奇，对吧？显然呢，川普这次的关税我觉得对于全世界来讲呢，就是上了一堂课。除了中国以外，他都不在意，他就是予取予求。我要多少，你就给我让，你就给我让步，让到你呢，通通满足我的要求为止。所以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我们的台湾政府非常的可悲啊。到今天呢，还在那边讲，就是说，刚才大佬说，这个不会再去在乎这个去炮轰这个赵先了，会的，因为他们现在呢，只想到要转移焦点。吴峥，民进党的发言人。他今天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说什么？他说：“谁说20%这是暂时性的，在散布这个假消息，绝对告！哎呀，请你去告川普吧，请你去告他们吧！怎么有这么的盲目、偏执？然后到目前为止还不肯承认的面对，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关税谈判。”它关系到的并不是你赖清德政府的面子，你面子算什么呀？是我们台湾产业的未来，我们可能这一代、下一代，我们都要承担很大，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很严重的是说，我们在这整场的关税谈判，中美的较量的过程里面，赖清德政府他受到的教训还不够吗？他今天呢那么早的台积电呢？他根本台积电不在他的掌控之内啊，台积电就去投资了。然后呢，我们不是龚明鑫他们还带了一个团队，就是我们要投资美国，然后我们的这个央行总裁我们要买美债，然后所有的事情你们都在前面承诺，那一点都没有换到。然后赖清德他要出访，过境纽约，过境回程到达拉斯，通通都不准。顾立雄6月到这个美国去，也被取消。所以说，我们真正的应该担心的是说，川普这么的在意中国大陆，马上他秋天的时候10月要到中国大陆去了，他到底会把台湾，他到底要把台湾打包成什么一个，要换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交易啊？台湾会被他出卖到什么样的地步啊？可是赖清德今天还没有整个的行政院的团队还是在乎，就是大罢免823的这个罢免呢，一定要尽全党的力量呢继续去罢然后呢一定要投注力量去。
然后卓荣泰今天早上我觉得看得非常的可笑，他在那边好整以暇的说啊，我们下午呢会来开会啊，针对我们对中小企业的因应呢，召集各部会来谈。天哪，我们的中小企业已经是叫苦连天了，我们这个行政团队还有脸在那边说我们有充分因应的方案，真的是好不好？刚刚讲到吴峥说哈。国民党跟民众党关税没谈完，你们在乱什么？恶意散布假消息，绝对告到底，哦，绝对提告，哦，因为呢，韩国跟日本跟美国是有条件的，日本跟美国有条件的，那我们还在磋商啊，而且已经降了12%了，从32变成20，已经降了12%，都很好啊，谈得太好了，你们乱什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这个郭志辉。为什么一直放到后面都不讲？啊，是因为大概谈是跟日本一样的25%，韩国一样的25%，所以你都唔敢吃香。日本跟韩国的25%也不是最后的一个关税，绝对不是25%，导致1650亿单没有。你啥？你个韩国跟日本拢无哦。今麦爱搞我谈到15安尼我算恁搞。最后是免关税了。我比因较高，比日本、较韩国较好的关税。好吧，就是说这个柯志辉原来就是认为说我们跟韩国、日本比呢，已经这个台积电需要1650亿啊等等哈，是老沈讲的，你该给他都给了，那你谈判筹码在什么地方呢？那川普也不能这样啊，来了就来了，而且还讲啊，因为我要扣他100%的关税，他才来投资啊，一点不这个就谢谢你没有啊。就是因为他为了怕我给他关税啊高啊，所以才来投资啊，就是这个样子啊。接下来再回来。